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好久不见。今天是2020 12月31号，2020的最后一天的早上12点5叮。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背景非常不一样，但是又有点很熟悉。没错，我现在在台湾。我想说，我2020都还没有录过 Q&A， 我想要来好好的回答一些大家给我的疑问，大家对我的疑问。其实我在隔离的时候，我已经录过一段 Q&A， 就是录过一整个影片，然后都快剪好了。可是因为那个算是就隔离出来之后忙了一些别的东西，我就觉得我Q&A 回答的东西已经不是最新的，所以我就想说，我可以在2020最后一天，然后重新录一次，然后好好的再回答一次文字 Q&A 这样。在开始回答那个题目之前，就一定要跟大家谢谢一下2020年来的支持。我觉得2020大家都真的很辛苦，然后也很谢谢大家，因为我其实发片都没有很频繁，没有很固定嘛，所以就很谢谢大家都还是有在看我影片，然后都很认真留言给我鼓励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每次看留言，我很喜欢看留言，所以我会很认真回留言，就觉得每次看那些留言都觉得很温馨，这样。所以非常谢谢大家2020的照顾，然后2021年大家一起加油，希望我们可以度过2021，然后祝大家2021年也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好，那我们现在来回答 Q&A。我这边有截图上次的影片，截图上次的问题，等我一下啊。OK， 好。第一题是 Kelly 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去美国的契机？怎么跟男友认识的？那我就照着时间顺序吧。首先是去美国的契机。其实去美国的契机，我有一点点不太确定，因为已经是5年前了。我那时候其实想要单纯申请交换学生，因为我觉得交换学生很划算，就是我付台湾学校的学费，然后去交换可以好好的体验跟玩。那时候我就有查蛮多，就是学校那种姐妹校可以申请什么，但后来我好像是错过，还是说我没有申请到，还是说那一年没有我想要去的那间学校的名额，所以后来我没有申请。然后可是那时候其实查了很多资料，就觉得其实真的蛮想去看看的。所以想说可能只剩下用去美国读书的方式去看看这样。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一开始想去美国的契机是因为我开始查一堆那种交换学生要去哪里玩，去什么学校那种很多就那些资讯让我真的很想去。然后再来是怎么跟男友认识的。我跟他认识是因为大家都是你知道那种思乡游子，就是你一群台湾人去那边玩，你就会一群台湾人聚在一起。因为其实有时候你真的很想很放松的时候，你就是要大讲一些台湾的东西，然后就是要找到有共鸣的人。所以那时候就是跟那种一群台湾朋友、台湾同学们会聚在一起那种聚会认识。再来是 Kelly 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我现在做的工作的名称叫 Data Scientist， 中文可能是翻译叫做比如说资料科学家或是数据科学家那样子的东西，可其实就是你把它想象成就是跟 data 跟资料 data science 有关的一个职位。它其实是一个很包罗万象的职位，比如说你肯定要负责做资料分析，你要负责做 A/B test 的实验，或是你可能要一些 data modeling 做模型。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每间公司的 data scientist 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总归一句就是它跟 data 有关系。我们会用资料去解决很多大家的疑问，比如说你要下决定，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那个都是要用 data 去做判断，不是用随便我说，我觉得这个好，那就这个没有，就是我们会用 data 去做处理。这样，如果大家对更详细的这个职位有兴趣的话，你们留言，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在2021年，就是明年，做更多跟工作，或是我学的东西相关的影片。这样，好，第一题过了。下一题 ，Kelly 做什么性质的工作？刚刚已经解答了。然后再下一题是什么时候结婚？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一题，所以我要重新录。因为其实我在隔离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录说很快就会结婚，就是因为我这次回来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要想把婚宴请客这件事情就是完成。因为其实我的婚礼有被疫情影响，本来我是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就要办，然后因为疫情嘛，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回来，所以就一直延后到今年年底。但是其实真的蛮可惜的，因为其实有蛮多的亲朋好友因为身份的关系没有办法进来台湾或什么的，就真的觉得很可惜。但是我真的不想要
再延后了，我想要就是赶快搞定，然后把心里的一件事情划掉，我不想再烦恼这件事情。对，所以什么时候结婚，我其实已经办完婚宴了，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这边一两边可能可以放个1、2张婚纱照给大家看一下，我独照啦，我独照啊。有时候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吗？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刚开始做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我才青春年华的时候，然后现在我竟然已经结婚了。好，下一题是理财。我其实完全不是一个会理财的人。我比如说，杨妈现在看到这一集一定想说理财，你根本不会理财，然后会翻个白眼这样。我自己做的一些小理财，可能就是我会买一些美国的股票之类的。我自己买那些股票下来的心得，我其实有一个还蛮重要的心得，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买股票这件事情其实。因为现在网络上有超级多那种资讯，比如说 YouTube 频道会说啊股票怎样哪一只很好，你可以买，或是有各种那种专业分析师，他会说推荐这只推荐那一只。我觉得我自己之前可能会就是他说那一只好，然后我就去买，然后他隔天可能下跌，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就是我一买就跌了，就会觉得很崩溃。但后来我其实觉得你真的要不论谁推荐哪一只股票，或是推荐什么基金，就推荐你投资方法，你都要超级认真去研究。比如说以股票来讲好了，比如说他们说这支股票很好，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好好研究，你对这间公司其实你没有信心，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干嘛的话，假设它跌，你可能会就是心一慌，然后想说我赶快卖掉，赶快卖掉。不一定每个情况都是这样，但比如说假如说同一只股票，然后你有认真研究，你知道它这个低点是原因是什么，但你觉得它后市就是这间公司你还是非常看好，你可能会在更低点的时候补进来更多的股票，然后之后它上涨的时候你就赚的更多。就是我觉得那个你一定要自己做好功课，你才会知道这个点到底是要卖还是说要再补进更多。我也超级不是什么股票或投资的专业，但是我觉得最近或是这1、2年这样小小投资下来，我的心得真的就是你要超级无敌认真的就是研究过，然后你要有信心，你要知道这间公司在做什么。我觉得你投资起来感觉长久以来才会比较不容易，那叫什么倒栽葱嘛，就是失败这样。我觉得下一题是想知道口说怎么可以练得像 native speaker。每次听 Kelly 讲英文都觉得很舒服。其实我离 native speaker 超级无敌远。我觉得我是那种可能口说，比如说正常聊天，今天天气怎么样，什么之类那种，我觉得就是很 casual 的讲话，我觉得我还 OK。可是其实我自己有发现，我在一些工作上比较那叫什么比较专业的。对谈或是尤其是辩论的时候，就是讨论东西比较激烈的时候，我觉得我有时候都会卡住，就是卡住，然后你会真的很心急，因为你就会讲不出你要讲的，可是你觉得你超级有道理，你就会不禁觉得说，假如今天我们是用中文讲话的话，你一定会完全被我说服。但是我觉得口说要进步的方法，真的是要多听，然后你一定要。听了之后，你比如说你学到一个句子怎么用，你一定要敢把它用出来。像我自己就是，如果在工作上，比如说开会的时候，然后听到某一个人讲的词，就是我会想到，上次我想要讲这个，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就觉得他讲得很好，我就把那句话写下来。下一次，比如说我在跟别人开会讨论东西的时候，我遇到可以使用的状况，我就会尽量把它使用出来。就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听之后一定要讲，就讲几次，讲一次就是你的了。我觉得口说的东西，我觉得。只听不讲，或是你不去听别人怎么讲，就耳朵没有打开去听的话，我觉得可能你没有办法听到你跟别人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我之前有分享过嘛，就是我以前很爱看什么 Friends 啊，就是那些影集，我是真的很熟到，你们可以，如果你认识我的朋友，你可以问他们，他们都会知道我是 Friends 或是 The Office 的疯狂粉丝，就是我会知道他们下一句要讲什么。我觉得一直这样听其实真的有帮助，因为你会知道，因为你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你会知道他的那个抑扬顿挫，他的高音是放在哪，就是他句子的那个语气平顺高低在哪里。其实你会多听，你会多知道。对，所以我觉得想要进步口说的话，真的是听跟讲出来这2个都要练习。那可能一开始可以先从听开始，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开始都不太敢讲，我自己也是，所以就是多听，然后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勇敢的把它用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多练习就会进步的，所以不用太紧张，就是多听，然后勇敢讲出来这样。下一题是以后还是会定居在美国吗？好，这边记录一下好不好？2020 12月31号，今天我说我的心情是这样的，我觉得住越久，我越觉得没有想定居在美国。定居就是说我永远住在这的吧？我觉得我应该没有。我觉得我喜欢美国生活，但是我也很喜欢台湾的生活。然后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恋家的人，然后就觉得越住越觉得再住个几年，我想再体验一下下，但是真的要就是永久选一个地方住，然后不动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选定居在美国。但是我觉得这一题真的是对所有你去问所有异乡游子，大家其实都这样想的，就是其实大家都想要回到家人身边啊，然后可能都是还是会在意，比如说工作机会啦，或是薪水，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题应该是对所有在国外工作或是读书的人来说都是。有时候你晚上或喝酒玩，或是跟别人聊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大家可能聚会聊一聊，然后后来都会说，那你什么时候回台湾？或者你什么时候回哪里？就常常聊一聊，觉得就是大家都真的很想回去，可是都还是有一些现实面的考量。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应该不会就是永久定居在美国啦。下一题是时间管理。我其实那天翻了一翻之前的影片，那个 Ask Me Anything 第2集，我有分享过我自己时间管理的方法。其实我都没有改变，大概就是照那样子。我自己会有一本 bullet journal， 我现在我看一下，不在旁边。我现在主要用的是 iPad 写的，然后再来呢，我会搭配那种云端日历。我自己用的是 Google Calendar， 就是 Google 的那个日历，它就是你可以手机上看到，然后电脑也可以写上去。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时间管理的点，就是你一定要很清楚你今天要做什么，哪天要做什么，因为你把事情都排出来，每一条一条做什么之后，你才有办法去管理它。所以我自己觉得最第一步就是你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把你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放上去，不论是那种Google Calendar 啦，或是你习惯手写，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地方是你自己习惯，哪天要做什么，一想到赶快把它写下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自己啦，都会太觉得自己的记忆很好，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会因为有很多事情这样扎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完全忘记哪一天要干嘛，那样你就会落掉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分享比较细一点那个 Ask Me Anything 第2集的分享时间管理的部分。好，下一题是想知道爱情观。爱情观是什么意思？我看一下网络上有没有那种比较细一点的。我觉得我自己蛮在乎的爱情观，爱情的第一点应该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可以做自己，在这个爱情里面。我觉得应该蛮多人，比如说在谈感情的时候，应该都希望这感情可以长久。那我觉得以很长久到你假设活到90岁来看，因为真的很长，所以我真的觉得在爱情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一定要可以做自己。比如说你不要说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那个人会暴怒。这边说的做自己，不是说我要在他前面，然后大挖鼻屎，然后就是抹在沙发上之类的。我说的是说，比如说你可以很自在的表达你自己的想法，你不用担心说他会就是觉得你怎么样觉得这样，好难讲哦。就是我觉得你要可以感觉你是你。我觉得我现在讲的超笼统，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我觉得，因为你如果期望这感情要走非常久，你不可能可以在这段假设你30岁，假设60年或者到70年的感情里，你都很隐藏自己，很压抑自己。就是我觉得做自己非常重要啦，在谈感情的时候。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但是小时候都不懂的，就是爱情或是感情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你生活的全部。我知道我有很多读者或在看影片的人也都是年纪很小的妹妹或者弟弟。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就算你今天有的另外一半或什么的，你一定不能让这个感情这件事情是你生活的全部。你看爱情是2个人一起的嘛，可能你超级努力，然后可如果另外一半他就是不努力，他就是摆烂放弃，那你们的这个感情可能没有办法很久。那如果你把这个感情作为你生活的全部，那你就会非常崩溃啊，因为你的生活就是这样，然后你感情就是这样。谈感情的时候一定要保有自己很大一部分还是只有自己的生活，你有自己的朋友，你有陪家人的时间，你有自己一个人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感情爱情，我觉得不是生活的全部。这样我这一题讲还可以吗？我觉得我讲的很笼统，但是就大概1-2个这样。下一题是怎么决定就是这个人想结婚一起走下去呢？我觉得每个人不太一样，但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是在我比较低潮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可能那时候已经多久了？大概2年前吗？那时候我就是比较低潮期，都比较没有发影片。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就是人就是要在低潮的时候才可以看出，比如说另外一半怎么对你，然后另外一半也可以借由你低潮期来看你怎么对他。我觉得低潮期是一个很好检验的时候，比如说你发现那个人低潮期的时候他会摔东西，或者他会揍你，他会一直狂就是用话骂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警讯，因为有很大几率他如果以后遇到一样的低潮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这样对你。那我觉得你就要好好去想一想，这是不是你想要承受的？同样的，那个人，比如说他低潮，他可以用那个时候观察你，你是陪伴的人，比如说你是会安慰他啦，还是说你会陪他一起去寻求专业的协助，或是他发现你可能就是他怎么会这样，那你就逃跑，就是不想理他。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可以互相检验的时候。毕竟人嘛，在开心的时候，谁不是每天一起出去吃香喝辣，就吃好吃的，去哪里玩？就是你们就是不会吵架，因为大家都是很开心。低潮才是一个可以真的看得出来你们未来这个人生里面大概遇到那些比较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会互相怎么样陪伴彼此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下一题是想问 Kelly 在美国生活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那天我已经看了这一题，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要说什么困难，可是其实我觉得好像还好，我没有觉得什么困难是因为在美国生活的困难，比如说工作啦，或是要自己再看一些专业的资料或什么，我觉得那些就是我在台湾生活做工作就是工作什么的也都会遇到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多是因为在美国生活遇到的。唯一吧，真的就是困难，真的就是假设台湾的家人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马上到，或是他们可能不会跟我说，怕我担心之类的，可能那样子的困难吧。但其他生活我觉得还好。下一题是未来的人生规划，未来是说，比如说未来的30年吗？我不确定我未来这么久的人生规划，但是假设未来1年里，比如说2021年啦，我自己的规划是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做我的工作，我还是希望可以在我自己的事业上就是打拼一下。频道上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分享更多跟工作有关，或是跟留学有关，或者就是你们对我有兴趣的一些主题。我想要跨出我的舒适圈，多分享一些那些工作啦或者学校相关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们有想看的话，可以留言给我。婚姻人生部分吗？我觉得还没有什么特别规划，但我就是期许我可以好好的跟之前一样好好的对待别人，这样吧。下一题是跟男友怎么认识的？刚刚前面有说到，就是那种海外那种台湾同学都会聚在一起的那种聚会认识的。下一题是2020的推荐书单。我那天翻了一下，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很长的书单可以推荐因为我觉得我后来都是看那种悬疑小说，然后其实有蛮多我都觉得还好。我唯一觉得超级推的应该就是我之前分享的那个 Silent Patient， 我觉得那本书真的很好看，而且它不长，我推荐你去看。而且那天已经有读者分享给我，好像已经有中文版了在台湾，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其他我好像没有特别想要推荐的书单，但是我应该有一个是我自己想要看的，就是待看书单这样。大家等我稍微整理一下，我应该会在 Instagram 上分享。如果分享的话，你们再到 Instagram 看一下这样。下一题是近期爱看的 Netflix 跟喜欢听的 Podcast。近期爱看的 Netflix 等一下电脑在这。我其实最近没有看很多新的，因为我现在在台湾嘛，然后台湾有很多在美国没有的影集，比如说 Friends 或是 The Big Bang Theory。我在隔离的时候一直狂看 Big Bang Theory， 还有 Modern Family。Modern Family 也是我的那种回忆，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看。我最近有一点想要看 Billions， 好像听说很好看。然后我那天有在看那个 Sex Education， 我觉得还不错，但它一集比较长，所以我们还没有看很快。然后我大概都是看这种有点好笑的耶，就是我觉得我看 Netflix 的时候，我就想要这样躺着，然后就是笑，好像比较少看那种太认真的。然后那天有网友推荐我什么 Sweet Home 很好看，好像是一个韩剧，可能是什么恶魔还是什么妖怪的。Podcast 的话，我最近真的超级少听，因为我之前大概都是跑步的时候会听。我之前说那个是叫什么？是 Melody 的那个姐妹悄悄话。但是我现在都没有去跑步，所以我真的很少听，因为 Podcast 大部分都很长，可能
30，有的都40、50分钟。现在开车可能就是很短，可能10分钟去超市，然后10分钟回来，所以每次 podcast 都听不完。所以我今年我觉得我2020真的听的蛮少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一题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听太多就是太特别的 podcast 或是 Netflix 的影集。好，那就下一题，不问问题了，只希望 Kelly 健康过得好。再下一题是有打算公开与男友的故事吗？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很细节的故事，但是其实我觉得整体真的跟大家都差不多，就是一群人，然后先认识这个朋友，然后日久生情的。下一题是想问 Kelly 如何平衡自己的 full time 和 YouTube channel。我觉得我没有平衡的很好，你们看这个影片那么久才出来一支，这边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真的是久等了，因为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我以为我在隔离的时候录的影片我出来可以剪，但其实我低估了准备婚礼需要有多少时间。我想说，反正我有请婚顾，应该他都会弄。可是其实好多事情还要自己麻烦，所以我才会蛮久都还没有影片，然后让大家久等了。这样，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平衡方法。我跟你们说一下我自己。那个时间的分配，我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1到5都是上班，所以其实我白天不可能录影片，我大概都是6日会选一天录，礼拜6或礼拜天录完，然后我会利用礼拜1到礼拜5晚上，可能休息完，可能8、9点的时候，利用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剪一下影片，因为其实我的影片都很长，所以花的时间比较久。平日1到5的晚上可能就会剪个大概80% 左右，就还 OK。然后我可能会利用礼拜6的一整天做一个最后的修饰。我觉得礼拜天的时候首播跟大家聊天，就1个礼拜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剪影片的时间比较不固定，因为比如说我工作比较忙，可能我1到5晚上可以剪影片的时间就很少，或者我刚加班完然后这样躺在沙发上的话，就真的会比较少时间剪。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目前比较稳定规律的频率大概可以是2个礼拜1次会有一个片。我自己也还在就是想要怎么样平衡，我也想过要找别人剪辑，可是我真的蛮喜欢自己剪的，我喜欢剪一些很好笑的那种放大或什么的，我就怕那个剪接的人不知道我的梗这样。下一题是 Kelly 会打算一直在美国发展吗？跟台湾比更喜欢住哪里啊？刚刚有回答到这一题，就是我不打算在美国就是定居啦。那跟台湾比更喜欢住哪里？我觉得我都很喜欢，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觉得这真的跟你自己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形态有关系。我就是很宅，我在美国、在台湾我都待在家，所以其实生活习惯超像。但更喜欢哪里？我觉得就是主要是跟人有关吧。虽然我很在意吃的，但其实跟谁吃，或是跟谁住在一起，或是跟谁约一起去吃，那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这一题跟台湾比，更喜欢住哪？我觉得我应该会选台湾吧。我就觉得这次每次要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你要不要吃什么，然后就可以，比如约我妈、约我爸、约我弟、约谁去吃，就觉得好多人可以约，然后很多一整个家一起吃，感觉就觉得很不一样。这样，下一题是有没有考虑回台湾工作？想了解 Kelly 那类的工作性质，在美国的薪水大概落在哪？我有考虑回台湾工作，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只是就是再让我学习，再让我学个经验几年，我再考虑回台湾。薪水的话，我觉得薪水我应该不会直接跟你们说我的数字，我觉得那有点比较私密嘛。然后再来是，其实我直接跟你说一个数字，其实它没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参考值，因为同一个职位在不同公司、不同年资、不同地区，不同的详细工作内容，就算是一样的 title、一样的职位，那个薪水都会差在这么远。这样最远对角线这样。那我自己是会去一个网站叫 level.fyi， 它是一个感觉是大家自发性会把一些薪水分享上去的网站吧。我觉得那个网站做的蛮好的，你们可以上去看看。它是会分不同的职位，然后会有很明确的，比如说他工作几年，在这间公司几年，然后他可能他的本薪就是 base、股票、sign on。整个包裹加起来是多少？就我觉得它很细啦，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去那个网站看，会比我直接说一个数字来的更有参考价值。下一题是想知道平常工作的甘苦谈和心得。我觉得这一题之后可以再开一个工作专门的 Q&A， 大家觉得怎么样？但是我可以稍微分享1、2个吗？我觉得我喜欢我的工作甘的部分。如果先讲一个比较笼统的整体在美国工作的甘喜欢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我很喜欢时间很弹性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用说几点打卡上班，然后几点打卡下班。尤其是现在大家都隔离在家工作嘛，所以其实你更可以很好的去调配你的时间。甘苦谈再让我想一下好了，我觉得之后我认真
做一个工作的 Q&A 或者心得分享，我再来好好的谈甘苦谈的部分。好，下一题是 Kelly 预计什么时候回台湾办婚礼？办完了，解决了。下一题，运动的频率，怎么吃那么香还那么瘦？我真的是从隔离开始，后来因为隔离健身房都关了，所以我超久没有重训，真的不是很好。我真的应该要就是维持一下。我现在回到台湾之后，运动频率变成0或是1，就是有时候会做一些电上的那种肌力运动，可是真的超级不够啦。我之前还在家就是比较稳定的生活的时候，我大概都是3到4次，然后跑步加有氧都要做。其实我觉得你常常运动之后会发现因为像我其实1到5真的都吃得蛮清淡，大家可能看 weekend vlog 会以为我是一个暴食，就是专门吃那种泡面什么的，可其实没有，我1到5都是蛮认真煮饭，那种吃比较清淡。我觉得如果你平常其实吃比较清淡，然后你都有规律运动，有氧加无氧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会发现你不会因为周末多吃1碗泡面，然后你就瞬间变很胖。我觉得身体就不是这样运作的。我自己都跟自己说，你看，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很瘦嘛，那我那时候不是变胖吗？我都跟自己说，你看，你变胖也不是一天的，就是你也是这样累积了几年，然后才变胖，所以变瘦也是慢慢变瘦，就是身体本来就不是会这样不，然后不就是本来就不是这样的。尤其我又是很爱吃东西的人嘛，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规律运动，然后想吃就吃，什么东西都不要过量，我觉得就 OK 这样。好，下一题是结婚后一样在美国吗？会有婚礼 vlog 吗？什么时候回台湾？如何时间管理分配？怎么训练狗狗定点上厕所？好，来第一，结婚后一样在美国吗？2，会有婚礼 vlog 吗？没有。3，什么时候回台湾？已经在台湾。4，如何时间管理分配？刚刚有说在 Ask Me Anything 第2集里面有分享。5，怎么训练狗狗定点上厕所？娜娜她是以前有人养，所以其实你只要铺尿垫，她会自己乖乖去上。但是卢我其实训练了一阵子，我觉得她因为卢太会憋尿了，她干脆索性就是不上厕所，所以卢其实还蛮难训练的。我会比较推荐你去多看一些 YouTube 的那种教学影片，因为那其实很复杂，那跟比如说你刚养，可能要有笼内笼外的概念，然后比如说吃东西在哪，就是放那些东西都要让狗就是要想过，这样可能要稍微就是上网查一下，或者是找专业的训练人员。好，再一题是你最喜欢的书、电影，百看不厌那一种，随着年纪增长有不同心得的那一种。我觉得书跟电影我都没有那种太大的觉得以前觉得这样，然后后来觉得那样。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有这种感触的是在看 Grey's Anatomy 那个实习医生的时候，看那个影集的时候，我蛮有这种深刻的感觉。小时候在看实习医生的时候，觉得McDreamy， 然后医生，然后他们俩那样谈恋爱，觉得好棒哦，爱情这样。长大，像我前阵子又回头去看，我发现我完全不在乎那部分。我发现我就会比较介意，比如说病人跟他们家人之间，比如说他们那些小故事，或者说医生告知家人说他生病了，然后怎么治疗他什么，我就会比较在乎那种背后的故事跟。就我觉得经历过长得年纪比较大之后嘛，可能经历过那种生老病死，就会觉得会更看重的是那种病人的那个部分，然后比较不是爱情的那个部分。反而书跟电影没有太有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影集就是有让我有这种就真的跟以前不一样这样。最后一题，男友也是台湾人吗？婚后打算生小孩吗？是台湾人，然后生小孩我觉得会吧，就是蓝图整体有小孩的部分，只是还不确定说想要什么时候生。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还有蛮多事情想要做的，尤其是可能事业的部分，其实自己都还蛮犹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候也会讨论，可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永远讨论不出结果。我自己觉得那个结婚跟生小孩一样，生小孩跟结婚一样是要有冲动，就是冲动。大家觉得吗？我不知道，我目前还没有想说，比如说我什么时候，但是我觉得我的蓝图里就是有吧，就是有小孩的。最后一题结束了，非常谢谢大家来收看我们2020 12月31号最后一天的 Q&A， 真的很谢谢大家2020的支持，真的就是大家2020都辛苦了，真的是祝福大家2021年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事事顺心。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 Q&A， 我觉得我声音已经沙哑了，那就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然后我们2021见，拜拜。